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喺近日，美國就聯合咗日本以及係加拿大嚟到聲稱喺黃海與東海之間就嚟到搞咗個聯合軍演，企圖去到展示實力嘅。但係展示實力就不成啦，反而今次呢個由美國帶頭嘅聯合軍演就醜態百出，原因就係俾我哋一艘零52D 嘅軍艦就搞到佢哋咧相當之頭痛。中國嘅呢一艘軍艦憑住佢嘅神走位技術就嚟到形成到貼住美日加嘅艦隊嚟到近距離圍觀嘅，搞到咧美軍相當之冇癮。而與此同時喺呢一場美日加嘅聯合軍演之後咧，嚟緊咧就仲有一場由到美國、韓國以及係加拿大所搞到嘅軍演，就喺黃海嗰度去到搞嘅。但係今次我哋就用咗一個新戰略嚟到去對付佢哋。呢個戰略係令人大快人心嘅一招新招嚟嘅。咁究竟喺我哋中國沿岸，甚至乎係整個西太平洋嗰個綜合局勢分析係點樣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嚟到為大家詳細介紹。再之後用毅力同大家講下最近沙特建設核電廠嘅事，成為咗國際嘅新聞，而家已經變咗其中一個國際嘅熱話。沙特起初希望同美國展開核電站嘅項目，美國佢係乘機擺出架子，提出一系列苛刻嘅條件。美國原本以為沙特會乖乖咁聽話，但細估唔到沙特將目光轉向我哋中國，令到中國成為沙特自己最強嘅底牌，激到扎扎跳嘅美國立刻施展文宣嘅攻勢，詆毀我哋中國。但我哋中央政府對呢件事表現得非常之淡定，只係回應咗14個字，就令到美國啞口無言。究竟呢個係一啲咩回事呢？等陣翻嚟就會毅力同大家詳細咁報道。再之後我哋就講下，而家適逢918紀念日，民間嘅一班收藏家咧，就無償咁將一批有歷史價值嘅紀念品就捐俾呢個918歷史博物館。咁當中有一啲收藏品咧，就可以印證到日本對我哋中國發動侵略嘅意圖嘅，而且當中仲可以睇到日本人係幾咁狡猾，喺嗰個年代就識得將一啲意識形態就攝入去一啲物件嗰度嚟到荼毒我哋中國嘅人民。咁轉頭翻嚟，我哋就講下呢件事。跟住我哋就講下喺美國有一位咧移咗民過去好耐嘅香港人，原來呢幾十年間一直係幫美國政府嚟做間諜喎。不過紙咧就包唔住火嘅，佢以為自己喺美國嗰度潛伏咗超過30年嘅間諜生涯係永遠唔會俾人揭穿，點知一翻到嚟我哋中國做咗幾十年嘅雙面人身份，終於都俾國安知道咗啦。咁最近國安部咧就披露咗呢單案件嘅內容，我哋轉頭就睇下呢一個細作點樣喺美國政府嘅包裝之下，就由一個經營餐廳嘅商人，逐漸變成一個套取情報、設局陷害我哋中國人員嘅漢奸。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喺嚟緊嘅11月19號至到12月1號就會有我哋嘅新潮文雲南之旅嘅。今次呢，我哋就嚟到玩13日，行程內容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係有別於出面嘅旅行團嘅。想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同埋報名嘅安排。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嘅詳情以及係報名嘅事宜嘅。而另外，我亦都會喺今集嘅節目尾段嚟到做一個20多分鐘嘅今次旅程嘅詳細介紹嘅。想知道嘅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裏面最後嘅20多分鐘嚟到了解一下今次由我親自設計嘅呢個團裏面嘅詳情，了解一下今次嘅雲南之旅係一次養生之旅嚟嘅，就特別適合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朋友。想知嘅記得睇埋最後嘅20多分鐘影片啦。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嚟就要講下喺最近美國、日本以及加拿大嘅一個聯合軍演期間，就俾我哋中國嘅一艘軍艦以一個被俗稱為神走位嘅動作嚟到強勢插入佢哋之間嘅編隊，對美軍領銜主演嘅呢個演習，造成到俾我哋中國軍艦貼住塊面嚟到圍觀佢哋嘅呢個所謂嘅聯合軍演。從媒體公開嘅照片顯示，乍眼睇落去唔知嘅話，仲以為
呢個聯合軍演入面係包含埋中國嘅艦隻添，因為大家之間嘅距離咧真係十分之近，仿如就好似肩並肩咁樣嚟到一齊去行嘅。而喺今次嘅呢一個美國、日本加呢個加拿大嘅軍演入面，其中一個主要嘅看點咧，就係加拿大媒體喺呢件事上面講咗兩個大話，都係今次嘅一個重點嚟嘅。結果呢個大話竟然就俾佢同到嚟今次參演嘅日本咧嚟到唔小心去到篤爆咗佢。首先睇翻呢張圖，我哋就可以見到整個美日加嘅軍演裏面咧就有以下嘅艦隊陣容嘅。首先美國咧就出動咗一艘帕克級嘅神盾級驅逐艦約翰遜號嘅，而日本方面咧就出動咗一艘準航母出雲號，以及再加上一艘川渝級嘅驅逐艦五月雨號，以及一艘日本嘅潛艇，呢艘係一艘親潮級嘅潛艇嚟嘅。而加拿大方面咧就出動咗一艘已經有27年歷史嘅阿利法克斯級護衛艦渥太華號嘅。呢張相最得意嘅地方就在於畫面最左邊嘅遠處咧就係一艘日本嘅親潮級潛艇，緊隨其後嘅咧就係日本嘅出雲號，而中間嘅咧就有呢個美國嘅神盾級驅逐艦。但係畫面裏面最近嘅就竟然係我哋嘅161號艦，屬於052D 級嘅導彈驅逐艦呼和浩特號嘅。從呢張照片我哋可以睇到161艦呼和浩特號其實距離美日加嘅艦隊係相當之近嘅啫，大概睇起上嚟咧，雙方之間嘅距離都唔夠1公里，彷彿就好似中國嘅軍艦向到佢哋嘅艦隊講，不如侵埋我一齊玩啦，橫掂都咁好玩啦，十足十咁嘅樣嘅。而頭先我哋講過最好笑嘅就係加拿大媒體啊嘛，佢就喺今次嘅軍演入面咧講咗兩個大話。第一，已經被證實咗噶啦，加拿大嗰邊為咗壯大聲勢，就公然喺呢度造謠喎，話到咧今次佢哋軍演嘅地區就係屬於黃海與東海之間嘅相連海域嘅。如果真係喺呢個地方作出軍演嘅話，其實即係等同於喺我哋屋企門口嗰度搞軍演。但原來真實搞軍演嘅呢個地方咧，就並唔係東海與黃海之間嘅喎。加拿大之所以要咁做咧，就係要俾外界造成一種喺中國屋企門口進行聯合軍演嘅假象，嚟到強調自己幾咁強大。實質上只係一啲西方媒體常用嘅小伎倆。呢個做法的而且確係幾下流下嘅。但係加拿大嘅呢個動作咧就唔小心，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到，係俾日本嗰邊篤爆咗。日本防衛省公布嘅公告就顯示到咧，呢度根本就唔係黃海與東海之間嘅海域，而係琉球以南嘅菲律賓海嚟嘅。而比起呢一個咁樣嘅大話，以下落嚟加拿大講嘅呢個大話咧就仲醜怪。加拿大軍方就話到自己嘅軍艦咧就俾中國軍艦嚟到好唔禮貌咁去到對佢喊話，又話咧俾中國嘅軍艦用激光照，仲派出咗無人機以及係空軍嘅部隊咧嚟到去招呼佢呢一艘渥太華號嘅。但係從佢哋自己公開嘅照片裏面，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喺度自打嘴巴。其實我哋嘅161艦呼和浩特號根本咧就唔係喺呢個軍演裏面挨住呢一艘加拿大嘅渥太華號嘅，因為喺渥太華號同呼和浩特號之間咧仲隔住頭先我哋所講到嘅一啲美國艦隻同日本艦隻嘅。咁既然隔開咗美國同日本艦隻之後先到加拿大嘅艦隻，咁何來我哋用呢個激光去照佢，又能夠直接對佢喊話呢？就算要用激光或者要喊話，都應該首先對美國嘅艦隻同埋日本嘅艦隻先啦。好明顯加拿大就係喺度飾演緊一個典型嘅受害者角色，你都去造謠，去到製造輿論嘅。所以大家就可以睇到，無論係加拿大媒體或者係佢嘅軍方，佢哋所玩嘅手法其實都係如出一轍，同樣都係利用到造謠嚟到去達到一啲佢哋嘅政治目的嘅。所以唔好成日話到什麼西方媒體就係獨立公正，其實佢哋嘅輿論永遠咧都係為到佢哋自己嘅目的去到提供適當嘅立場，為自己服務嘅啫。講到製造呢種輿論，佢哋的確係高手嚟嘅，唔係話佢哋啲手法高明而係面皮厚你篤爆咗佢一次，佢就好似冇事咁樣，就再嚟同你搞第二次，一次又一次咁重複，面皮咧實在係幾尺咁厚。從呢件事裏面，我哋就可以睇到052D 型驅逐艦嘅神走位，打亂晒佢哋美日加
嚟到進行聯合演習嘅亞慶，就可以睇得出，其實嚟到我哋嘅近海，即使唔係東海與黃海，而係相對較遠嘅菲律賓海都好啊，想喺我哋大陸沿岸同我哋玩嘢，我哋其實仲有千百種方法嚟到應對嘅，呢個就係我哋嘅主場優勢。嗱，其實喺我哋錄片嘅呢一刻嚟講呢，仲有一個比今次美日加所舉行到嘅聯合軍演更加具針對性嘅一個軍演呢，亦都喺嚟緊嘅日子發生嘅。呢個軍演就係由到美國、韓國以及係加拿大喺黃海所搞到嘅聯合軍演啦。佢嘅時間就係喺9月15號至到29號嘅，橫跨嘅日子都唔少。而且今次所搞到嘅黃海軍演呢，呢個距離真係喺正我哋屋企門口啦。就係因為咁，為咗應對今次唔係美日加啦，係美韓加嘅軍演，喺黃海搞嘅呢一個咁嘅軍演啊，我哋咧就採取咗兩種唔同嘅應對方法嚟到去應對，亦都係相當之新穎嘅。第一就係喺美韓加嘅軍演區域嘅附近，我哋同一時間咧亦都劃定咗屬於我哋解放軍軍演嘅區域喎。好明顯就係針對住今次美韓加嘅聯合軍演而嚟嘅，因為大家嘅距離相當之近，同樣都係喺黃海海域，針鋒相對嘅意味係十足嘅。而除此之外，最令人感覺驚喜嘅就係中國嘅軍隊與此同時，亦都採取咗圍魏救趙、直搗黃龍嘅戰法。正當所有人都以為解放軍嚟到喺美韓加軍演區域附近嚟到搞軍演就係唯一嘅應對方法嘅呢個時間啊，解放軍呢卻出人意料地嚟一個兵分兩路嘅策略，就實行你有你搞，我有我搞嘅。既然你美國可以喺我哋附近去到搞聯合軍演，調翻轉嚟講，我哋都可以同一時間喺你屋企門口搞嘅。喺近日從唔同各方位嘅報道，我哋就可以睇到解放軍現在有兩支嘅艦隊編隊，分別從台灣嘅南部以及喺北部兩個唔同嘅方向嚟到駛向西太平洋啊！呢兩支艦隊分別咧就係由其中一支7艘嘅艦艇所組成嘅編隊嚟嘅，而另外一支咧就係由8艘艦艇組成嘅編隊嚟嘅。雖然從兩個唔同嘅方向進入西太平洋，但係呢兩支艦隊一旦喺西太平洋集結起上嚟嘅時間，其實亦都等同係形成咗喺我哋解放軍史上面最大規模嘅西太平洋艦隊集結嘅。根據到台省防務部門嗰度講啊，9月11號解放軍嘅山東號航母編隊就大概喺台省東南方向110公里處嚟到進行演練，並且進入咗西太平洋嘅。今次亦都係山東艦繼4月份之後首次再出現到去西太平洋進行遠海訓練嘅，事隔都唔到半年啫，就再次嚟到進行到遠洋嘅訓練。而山東艦最近台省東南方向110公里，亦都打破咗山東艦自入役以嚟距離台省島嶼最近嘅一次。而另外根據到台省方面嗰度講，除咗發現山東艦之外啊，仲有13架次嘅軍機先後抵達台島周邊嘅空域。除此之外咧，仲有13艘嘅軍艦喺台省島嶼附近嘅，其中就以山東號為首嘅航空母艦編隊當中咧，仲包括到有055型嘅大型驅逐艦呢一艘萬噸級嘅戰船嘅。因此咧，我哋就可以判斷到進入西太平洋嘅山東艦艦隊咧，當中佢嘅編隊最少有7艘嘅艦艇。而同一時間根據到日本統合幕僚監部嗰度指導咧，同樣地都係11號喺宮古海峽嗰邊就有解放軍嘅8艘軍艦嚟到穿過咗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嘅。當中咧就包括到2艘052DL 嘅驅逐艦、133號艦嘅包頭艦，以及係134號嘅肇慶艦，以及仲有另外一艘052D 型嘅驅逐艦，一艘052C 型嘅驅逐艦。另外有2艘從前由俄羅斯所購入到經過咗國產現代化改裝嘅現代級驅逐艦，同埋2艘054A 型嘅解放軍護衛艦所造成到嘅8艘軍艦嘅編隊，就穿過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嘅。所以綜合到台灣以及係日本方面嘅消息，我哋可以好簡單咁計翻條數啦。山東艦嘅編隊就有7艘嘅軍艦，
再加上穿過宮古海峽嘅8艘解放軍軍艦，咁加起上嚟，中國至少就會有15艘嘅艦艇係同一時間進入咗西太平洋嘅。呢個數字點解話到係最少呢？因為連水底下嘅潛艇，我哋係唔能夠用肉眼見得到嘅。仲有喺之後，仲會唔會有艦艇陸續從第2個或者第3個方向而嚟呢？暫時嚟講都仲係未知嘅。不過單從呢15艘嘅艦艇嚟到齊集結喺西太平洋嚟睇啊，已經係有史以嚟中國海軍喺西太最大規模嘅集結以及係演習嚟㗎啦。15艘以上嘅主力艦艇所加起上嚟嘅呢一個編隊，究竟佢嘅威力有幾咁強呢？我哋就可以輕易咁計到，如果呢15艘艦隻所有嘅導彈，再加上喺山東號上面嘅一啲艦載機所能夠攜帶嘅導彈，全部加埋就會有超過1000枚各型唔同嘅導彈嚟到喺西太平洋嗰度隨時致命嘅。呢個上千枚嘅導彈組合係能夠形成強大嘅對空作戰能力，以及係對海作戰能力，同埋對潛艇以及係對陸上目標嘅作戰能力，全部加埋係一個完整嘅立體攻防嘅戰略部署嚟嘅。同一時間，佢亦都展示咗我哋解放軍另外一個實力，就係能夠一次過出動15艘以上嘅艦艇。喺今時今日嚟講咧，係好難得見到嘅陣容嚟嘅。大家需知道喎，呢15艘嘅艦艇全部都係屬於我哋自家嘅解放軍嘅艦艇嚟嘅，就唔係好似對面陣營咁，要加上幾個國家先至能夠湊夠6至7艘嘅艦艇，嗰個意義係完全唔同嘅。所以能夠一次過調動15艘以上嘅艦艇，亦都體現咗中國海軍嘅高水平。喺艦艇嘅隨時調動方面，以及係活躍喺水面嘅嗰個比率，中國海軍所體現到嘅係美國難以媲美嘅呢一個效率嚟嘅。嗱，目前嚟講，由於我哋呢條片所錄製嘅時間關係，就仲未知道究竟呢15艘艦艇進入到西太平洋，究竟真真正正所演練到嘅科目係啲乜嘢？但係我哋從而家嘅信息得知道呢，兩路嘅艦隊編隊入面呢，就仲未有包含到兩棲攻擊艦嘅信息嘅，所以今次重點演練嘅應該就唔係演練呢個登陸作戰嘅。咁究竟兩路嘅艦隊喺西太平洋集結以後，佢最終嘅目的地會喺邊呢？就有以下呢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就係直接去到好似上次山東號所部署到嘅，就係距離我哋大陸沿岸3000公里嘅關島美軍基地嘅附近，嚟到形成兩路突擊嘅態勢，佢可以係咁樣玩嘅。另外嘅一個玩法就係集結喺主要距離台灣以東400至500公里範圍嗰度嚟到集結，並且進行到區域拒止，阻止外軍嚟到加入我哋對台統一嘅演練項目嘅。咁樣玩呢，亦都有可能。不過無論解放軍係用邊一隻戰法都好，係套餐1又好，套餐2都好，至少就可以帶俾我哋嚟到一個新嘅觀點去睇，就係喺美韓加嚟到黃海搞聯合軍演嚟到搞事嘅時間啊，解放軍係可以兵分幾路，除咗派到艦艇嚟到喺黃海嗰度同佢正面作出防禦嘅同時，仲可以突然嚟一個圍繫救趙，利用到迂迴包抄嘅方法咧嚟到派過另外2個艦隊嘅編隊，直接撲向美軍嘅大後方，對佢嘅大本營關島形成直搗黃龍嘅態勢。我諗咁樣嘅戰術係美方嗰邊咧冇諗到嘅。雖然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演練，就並唔係實戰嚟嘅，但係亦都反映咗解放軍喺近年戰術上嘅改變，亦都更加體現到解放軍喺西太平洋海域裡面嘅一份自信，以及係隨時作出區域拒止，以及係對美軍大後方作出打擊嘅常態化演練已經開始啦。所以我哋就可以睇到美國等等嘅呢啲西方國家一直認為解放軍已經好耐冇嚟過一場實戰噶啦，就認為到睇小解放軍，以為解放軍唔識打仗，所有嘅戰術都已經過時，去到咁樣睇嘅。但係從今次史上最大規模嘅艦隊集結西太平洋就可以睇得出，始終我哋嘅戰略同戰術冇因為好耐冇實戰過而有所生疏，反而我哋喺戰略同戰術上面依然係技高一籌，令人出其不意嘅。而從呢件事裏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解放軍對於
解放台省一戰已經作出充分嘅準備啦。雖然我哋唔可以講到呢一種準備係十全十美，因為永遠都冇完美嘅，只有越練越熟，裝備越嚟越加強，係但求盡善盡美嘅啫。再過多幾日，我哋就知道究竟今次解放軍嘅艦隊喺西太平洋係開邊飯噶啦。到時等我從東北之旅翻咗嚟之後，就會再同大家嚟到去一齊分析。再之後同大家講下最近沙特建設核電站一事，成為咗國際新聞，而家已經變成咗其中一個國際嘅熱話。沙特起初希望同美國展開核電站嘅合作，美國卻喺呢個時間乘機擺出架子，提出一系列非常之苛刻嘅條件。美國原本以為沙特會乖乖咁聽話，但係美國細估唔到嘅係，沙特已經將目光轉向我哋中國，令到中國成為沙特最強嘅底牌。叫扎扎跳嘅美國立刻施展文宣攻勢，詆毀我哋中國。但係我哋中央政府表現得非常之淡定，只係回應咗14個字，就令到美國啞口無言。而家又同大家拆解一下，究竟呢個係咩一回事？眾所周知，中東戰略係美國全球戰略最重要嘅組成部分，而喺中東戰略裏面，沙特嘅地位可以話係無可取替。不過喺佢哋兩個社會管治制度方面，美國同沙特可以話係南轅北轍，有住好多唔可以調解嘅分歧，雙方都冇辦法理解同認同對方。但就喺過去幾十年裏面，呢兩個風馬牛不相及嘅國家，佢係維持住一種非常特殊嘅盟友關係，而維係住呢一種咁特殊關係，最核心嘅元素就係石油。沙特係世界上最著名嘅產油國，而石油亦都代表咗現代工業裏面最重要嘅元素。在二戰期間，美國就盯上咗沙特嘅石油。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好敏銳咁意識到沙特嘅石油蘊含住影響國際能源格局嘅巨大力量，而喺1973年爆發嘅第一次石油危機，剛好就印證咗呢一番嘅結論。當時第4次中東戰爭戰火不息，為咗取得勝利，沙特就悍然發動石油制裁，宣布全面停止石油嘅出口，咁頓時導致到石油供應出現咗危機。嗰陣時，美國受到嘅衝擊尤其嚴重，而有好多國家為咗維持本土工業嘅正常運作，各國都只能夠花費重金搶購石油。沙特亦都因為呢個機會賺個盆滿缽滿。根據統計，1973年沙特嘅石油收益大概係85億美元，不過喺短短1年之後，收益就暴漲去到350億美元。自從呢一場危機結束之後，美國終於按捺不住，決定大力推動同沙特嘅關係。於是美國向沙特開出咗交換嘅條件，沙特為美國提供石油，而美國則負責保證沙特喺中東地區嘅安全。就係咁樣，呢兩個國家一拍即合，利用石油組成軍事同盟。隨後，沙特喺美國購買咗大量嘅架撐，進一步加深兩國之間嘅關係。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由老布殊執政期間，美國同沙特嘅關係可以話進入咗黃金嘅時期。喺之後嘅海灣戰爭裏面，沙特嘅皇室甚至特別批准50萬嘅美軍進駐沙特，幫佢哋抵擋伊拉克嘅進攻。喺咁多年嚟，美國同沙特嘅關係雖然就幾經波折，但總體嚟講都係朝住積極嘅趨勢。喺特朗普上台之後，佢第一時間就出訪沙特，向沙特明確表態，美國係離唔開沙特嘅石油，兩國之間嘅利益緊密相連。而得到特朗普一番承諾之後，沙特亦都用咗巨額嘅軍事訂單嚟表明自己嘅誠意。沙特一口氣由美國購買咗價值3500億嘅美元架撐，而自從拜登上台之後，更加提出咗製造業回流美國嘅口號。當然要振興製造業，必然就離唔開石油。喺呢個情況之下，
沙特同美國嘅關係原本應該更加進一步。然而事實卻唔係咁樣，近呢幾年美國同沙特不斷咁發生爭執，兩國之間嘅裂痕不斷持續咁擴大，就好似近排其中一個矛盾，主要係集中喺沙特想建造核電站上面。近年嚟沙特國內嘅局勢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革新力量湧入咗當地嘅政壇，為呢一個古老嘅君主制度國家注入咗新嘅動力。當前沙特正係喺大國夢道路上面穩步咁向前發展。如果想要成為世界大國，勢必要跟上時代嘅潮流，同埋做出相對嘅改變。而喺呢一個背景之下，沙特嘅能源轉型已經迫在眉睫。雖然沙特穩坐全世界石油出口行業嘅龍頭位置，但係沙特心知肚明，傳統能源總有耗盡嘅一日，而新能源先至係全世界未來嘅發展方向。所以沙特而家將目光投向核能。核能唔止係潔淨嘅能源，再加上長遠嚟計，比使用化石燃料更加經濟實惠。而核電站就係利用核能嘅基礎，又咁啱興建核電站亦都係美國嘅強項，於是沙特就向美國發出合作嘅邀請。而為咗打消美國嘅疑慮，沙特更加特意強調到佢哋只係想擁有民用嘅核電站，絕對唔會涉及任何嘅軍事領域。不過即使沙特咁有誠意咁表態，話慣事嘅美國依然係百般咁挑難。美國就話啦，想興建核電站係可以嘅，但係沙特必須保證絕對唔可以喺我哋本土進行提煉濃縮鈾嘅活動。美國就話高濃度嘅濃縮鈾係製造核架撐嘅關鍵所在。講白啲，其實美國根本唔信任沙特，佢好驚沙特打住能源轉型嘅旗號，搖身一變成為下一個核大國，威脅到美國喺中東嘅地位。不過喺沙特嘅角度嚟講，如果佢答應美國嘅要求，就相等於失去咗自己國家嘅能源自主權。因為如果沙特冇辦法提煉，往後核電站嘅燃料就要靠美國進口。到時一個唔好彩，有咩風吹草動，俾美國制裁一下，沙特就會即時發生能源危機。當然喺呢件事上面，美國並唔係唔想賺呢一筆錢。當我哋將呢件事進一步拆解之後，我哋就可以發現美國背後嘅目的。首先，美國同沙特圍繞住核電站嘅談判，至今依然都係繼續緊嘅。如果美國冇心嘅話，大可以一走了之，根本就冇需要繼續談判。美國之所以喺呢刻仲吊住沙特，主要就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要顧及盟友以色列嘅感受，因為當沙特提出要興建核電站嘅時候，呢個消息出咗嚟，以色列方面已經表明堅決反對嘅態度。而喺以色列嘅政壇裏面，佢哋普遍就認為到美國係唔應該幫助沙特，因為一旦沙特嘅核電站落成，佢哋認為中東嘅核力量會擴散，到時以色列喺中東嘅影響力就會相對咁削弱。所以做戲做全套，身為盟友嘅美國自然唔可能第一時間應承沙特嘅要求，同佢嘅盟友以色列高調咁唱反調，喺姿態上點都要做下樣，聲援以色列嘅立場。第二，美國亦都想藉住呢件事，俾佢借勢打壓中國喺中東嘅影響力，因為隨住中東局勢嘅不斷變化，沙特同以色列其實開始有機會化解之前嘅矛盾。以往因為呢兩個國家積怨太深，因此係絕對需要到一個第三方國家從中調解。而為咗擴大自己喺中東嘅影響力，美國一馬當先，好希望成為佢哋之間嘅調停者。但就喺促成中以沙三方協議嘅時候，美國卻係向沙特提出咗一系列額外嘅條件，而且每個條件都係針對住我哋中國而嚟。就好似美國要求沙特向中國出售石油嘅時候，只能夠用美元結算，絕對要排除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嘅可能。
呢啲咁嘅條件令到沙特非常之難為。美國喺核電上面百般嘅挑難，實際上係想迫使沙特讓步，簽署三方聯盟協議，一齊對付我哋中國。而面對住處處逼人嘅美國，究竟沙特作出咗咩回應呢？沙特非但止冇屈服喺美國嘅淫威之下，反而係自己揾咗另一條出路。今次嘅反應令到美國大失預算。喺8月26號，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咗呢件事嘅最新動態。佢哋話沙特王儲因為擔心最終冇辦法同美國達成協議，正係積極同中國方面接觸，研究中國幫手建造核電站嘅可能。另一方面，喺世界其他國家，好似法國、韓國同俄羅斯，亦都對沙特表明對興建核電站項目有濃厚嘅興趣，就係咁一下子擴大咗沙特喺核電站興建裏面嘅選擇方案。不過細心啲睇，喺呢啲國家裏面，沙特對中國嘅期待始終一定係最高嘅。原因就好簡單嘅啫，因為法國同韓國都係同屬美國嘅陣營。如果一旦同佢哋交易嘅話，將來好有可能佢哋會受到美國嘅影響，實施好多唔同出口嘅限制。而相比起俄羅斯，中國嘅建造能力就更加之強，承包海外工程嘅經驗亦都更加之豐富。所以喺核電站呢件事上面，美國一方想結隊牽制我哋中國，另一方面想賺個盆滿缽滿。不過睇怕佢呢個如意算盤而家都幾難敲得響啦。講到底，今時今日嘅沙特係冇可能放棄中國嘅市場，要冒險得罪中國嚟討好美國。美國而家經濟衰退，石油進口量持續下跌。同一時間，中國強勢崛起，正係喺好多唔同嘅領域取代美國。早喺2021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嘅負責人就已經明確表示到，喺未來嘅50年時間裏面，沙特嘅石油都將會秉持住中國優先嘅原則。更何況嘅係，石油貿易已經係中國現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嘅手段。所以如果沙特聽從美國嘅安排，全面禁止人民幣，我哋中國喺石油進口嘅貿易上面就只會另尋他選，同另外一啲中東國家合作。到時沙特石油嘅競爭力自然就會因為咁樣而下降。所以沙特根本唔可能禁用人民幣。而家由於沙特咁強硬嘅態度，喺核電站方面有中國做佢嘅底牌。因此而家美國終於心急起嚟，開始咗大規模嘅文宣造謠。美媒《華爾街日報》又放風，話如果沙特唔接受美國嘅核電方案，好大可能係因為中國從中作梗。中國為咗拉攏沙特，必定就會犧牲防止核價差擴散條約，毫無保留咁將技術送俾沙特。到時候中國只會成為搞亂中東局勢嘅推手。面對住咁無理嘅美國指控，中國方面只係用咗簡單14個字嚟回應。中國外交部就表示到，任何國際嘅合作，中國始終係秉持住以天下之利為利，以人民之心為心。其實回顧以往咁多年，我哋中國喺協助其他國家建設基礎上面，有邊一次唔係做到雙贏嘅局面？而調翻轉，美國卻係每一次以幫助其他國家發展為名，牽制打壓為實，阻礙其他國家發展，穩固自己喺世界嘅影響力。雖然我就唔知道沙特嘅核電站最終會選擇邊一個方案，但有一點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講，就係無論美國點樣幫我哋亂扣帽子，未來中國同沙特嘅合作只會不斷咁上升。與此同時，中國喺中東嘅影響力乃至係全世界，亦都只會不斷咁擴大，因為圍堵牽制只會削弱自己喺國際關係同地位，推進發展，尋求多方合作，長遠嚟講先至係增強自身喺國際嘅影響力嘅最佳方法。所以如果美國繼續秉持住佢一種打壓牽制嘅策略，失去世界第一只係時間嘅問題。
至於原因唔係因為任何人，而係因為佢美國自己將呢個寶座拱手相讓。怪嘅就只能係美國自己嘅傲慢同偏見。跟住我哋就講下適逢918紀念日呢一個日子呢，係我哋全中國所有人民都唔可以忘記嘅日子嚟㗎。因為918就打響咗日本侵略我哋中國嘅第一炮，開始咗長達14年嘅抗戰。咁就喺早2個禮拜，日本投降紀念日嘅時候，就有一批收藏家將一啲喺民國時期嘅收藏品，例如係老火車牌牙粉盒啊，一啲民國時期製造嘅陶瓷啊，甚至乎啊，連嗰個時期嘅銀行票據、日本仔嗰個時期出版嘅書籍，呢一堆咁嘅收藏品呢，就無償咁樣捐贈咗俾918歷史博物館嘅。咁其中有2件陶瓷品就並非一般嘅收藏品咁簡單。呢2件嘅陶瓷除咗係具有歷史價值之外啊，佢上面刻畫咗嘅圖案，亦都可以引證到日本仔侵略我哋中國嘅一啲壞心思噶。咁呢2件陶瓷就分別係一個茶壺同埋一個茶杯。咁而呢個茶壺同埋茶杯上面呢，都有一個字樣叫做魚龍變化，魚就一條魚個魚，龍就一條龍個龍啦。同時間亦都印有一啲咧小孩子嬉戲嘅圖案嘅。咁呢個字樣同埋呢堆圖案係點樣引證到日本人嘅壞心思呢？就係因為由於當其時我哋中國製造瓷器嘅技術所限，咁通常我哋喺瓷器上面嘅一啲紋路咧都係手繪嘅，而日本人製造瓷器咧，佢哋就唔係用手繪去到寫上紋路噶，而係用一啲叫做貼花紙嘅方法，即係類似喺個瓷器上面咧整一啲嗰啲紋身貼紙咁樣啦。咁相比之下咧，我哋中國嘅嗰啲瓷器雖然個品質係非常之高，但係個產量咧就冇個日本仔嗰啲咁高嘅，因為畢竟人哋用貼花紙嘅方法咧就可以大量生產，而且快速生產啊嘛。咁喺中日文化碰撞之下咧，從經濟收益嘅角度嚟睇，日本仔嘅嗰個製造陶瓷方法咧，就幫助到佢哋成功咁樣打入呢個瓷器嘅市場嘅。而呢次呢一對文物個茶壺同埋個茶杯啦，正正就係日本仔佢哋生產嘅。咁呢啲物件大量打入我哋中國嘅市場嘅時候，日本仔就透過呢啲瓷器上面嘅圖案隱藏嘅含義嚟到荼毒我哋中國，兼且係表露出咧佢哋想征服我哋中國嘅野心噶。首先我哋就講咗嗰啲細路仔喺度嬉戲嗰個圖案先啦。喺佢哋日本仔製作呢批瓷器當中嘅呢啲圖案呢，就並唔係普通嘅細蚊仔咁簡單噶，因為呢一批嘅細蚊入邊呢，就包括有日本嘅細蚊啦，有我哋中國滿族嘅細蚊啦，同埋有蒙古族嘅細蚊噶。咁大家透過好多影視作品，例如精武門啊，都有聽講過話日本呢嗰陣時有個奏摺就透露咗咧，佢哋想侵略我哋中國嘅野心嘅。嗰個奏摺咧就叫田中奏摺。呢個田中奏摺當中咧有一句説話咁樣嘅：欲征服中國就必先咧征服滿蒙。咁點解日本仔會講要先征服我哋滿蒙呢？首先啊，喺我哋中國脫離封建社會變成半封建社會，喺結束帝制嘅呢個過程之中，最後結束嘅王朝就係清朝啊嘛。咁清朝就係滿族所建立嘅。而呢個清朝當中呢，當清朝仲未開始衰退嘅時候，佢仲係依靠八旗子弟嘅軍事力量呢嚟維持一個國家嘅政權嘅。咁當中清朝嘅八旗子弟呢，最主要就係由滿族同埋蒙古族所組成噶，所以滿蒙就一家親。而且蒙古族喺我哋中國嘅歷史上面呢，又係其中一個令人聞風喪膽嘅民族。而滿族咧，亦都係日本曾經咧喺呢個日清戰爭當中就輸蝕過俾呢個滿清嘅。咁所以日本人會覺得我哋滿蒙呢兩個少數民族咧，係我哋中華大地上面比較強勢嘅少數民族嚟嘅。其次就係滿蒙嘅所在地嗱，尤其係呢個滿族。滿族咧就位處於呢個東北三省，係由以前嘅女真族所演變過嚟嘅。而喺民國時期嚟講，日本人想要侵略我哋中國，我哋東北三省呢係我哋中國當其時嘅工業重鎮，無論工業嘅發展啊，抑或係交通配套啊、鐵路方面呢嘅配套都係好齊全嘅。咁所以佢哋當其時要發動918事變個目的都好明確啦，就係喺佢哋日本要蠶食我哋中國嘅大戰略裏面呢，首先嚟到侵略我哋中國具有戰略意義嘅地方。因為除咗工業啊、交通配套之外，東北三省有好多嘅礦物資源。呢啲礦物資源正正就係可以為到現代嘅戰爭製造武器，係大有用處嘅。咁所以喺佢哋製造嘅瓷器上面嘅圖案就繪畫咗，除咗有佢哋日本嘅細蚊，就有我哋滿蒙嘅細蚊喺度嘅。
就企圖想將佢哋侵略我哋東北三省嘅呢個咁嘅舉動咧嚟到美化㗎，因為嗰啲圖案當中所描述到嘅滿蒙、日本3個地方嘅細蚊可以好和諧咁樣喺度玩，嗱呢啲呢，就係佢哋透過瓷器圖案入面所攝入到嘅一啲意識形態嚟㗎啦。而佢上面寫咗魚龍變化嘅呢個字樣呢，其實魚龍變化呢4個字就係來自於我哋中國嘅古成語，意思就係話到一啲事物嘅本質發生咗根本性嘅變化。咁所以佢哋就想通過呢幾個字嘅寓意，就話到俾當時佢哋已經侵略咗嘅東北同胞知道，喂，事情嘅本質已經發生咗根本性嘅變化啦。嗱，而家呢，就由我哋皇軍所統治呢個地方，嗱你哋啲中國人呢，就變成皇民啦。咁所以呢一班嘅收藏家佢哋捐出啲咁有意義嘅物件呢，係可以令到我哋去理解到當時嘅歷史，日本仔點樣透過呢啲物件就嚟到攝入一啲意識形態。但係喺呢批嘅收藏品當中呢，唔係淨係有日本製嘅陶瓷嘅，亦都有我哋中國喺民國時期所製造嘅陶瓷㗎。咁呢個陶瓷呢，就係屬於青花瓷嚟嘅，當中就畫咗一啲靈芝紋添。咁佢就係來自一間喺民國時期嘅製造陶瓷嘅公司，叫做紹新窯業。窯呢，就即係嗰啲烤陶瓷嘅嗰啲窯啊。咁呢個我哋中國製民國時期嘅青花瓷有咩意義呢？佢就係我哋中華民族工業振興嘅其中一個里程標啦。咁頭先我講到啦，日本製嘅嗰啲陶瓷，佢哋用咗好多新嘅技術去到製造，所以佢哋嘅效率出產嘅數量亦都可以好多。咁喺一時間呢，喺呢個陶瓷嘅市場上面呢，係造成過一個壟斷嘅景象嘅。但係我哋中國嘅企業家透過自強不息嘅努力，喺呢個陶瓷上面呢，亦都係突破咗好多技術位。咁所以呢批收藏品當中呢個青花瓷呢，就代表住當其時我哋中國嘅陶瓷業係點樣透過我哋自身嘅發展，研究一啲先進嘅工藝，去到打破呢啲東洋鬼子嘅壟斷嘅。咁呢個情況呢，就猶如我哋而家中國嘅汽車業一樣啊！嗱，大家見到以前喺汽車業當中，日本製造嘅汽車，日本仔嘅汽車啦，就賣到全世界都係，包括咧賣到我哋中國內地周街都見得到啲日本車嘅，咁壟斷咗好大量嘅市場份額啦。但係而家我哋中國嘅汽車行業透過我哋嘅自強不息，努力去到研發，大家近年以嚟都見到我哋中國汽車業呢，尤其喺電動車呢個板塊上面，係已經超越咗日本噶啦。咦，咁會唔會有人話到，喂，大眼聽你咁講，咁而家我買翻部國產車，將來100幾10年後咪又好似呢批收藏品咁樣可以捐出嚟？咁都冇錯嘅。咁大家除咗可以捐出嚟之餘，今時今日我哋嘅國產車亦都非常之抵用嘅。另外喺今次嘅呢批收藏品入面呢，仲有一樣收藏品好特別嘅，佢就係關於智誠銀行嘅一個存款票據啊。咁智誠銀行呢，現今就應該冇咗呢一個保號噶啦。但係喺當其時嚟講呢，呢一個智誠銀行對我哋抗日所做嘅工作係有十分之大嘅貢獻噶。一嚟呢個智誠銀行就係當其時抵擋住日本仔對我哋金融行業嘅掠奪嘅一個底流之處嚟噶。而且呢個智誠銀行嘅當其時嘅總經理龔天文呢，仲係一位出名嘅愛國人士，被譽為九君子之一。咁呢個九君子當其時咧喺瀋陽地區好出名噶，就由9個愛國嘅人士所組成嘅一個小組，所以外號咧叫做九君子。而且呢個智誠銀行當其時佢哋嘅營業地方，仲要係我哋中國喺敵後戰場嘅一個重要情報收集地嚟噶。透過佢哋所收集到嘅情報，或者佢哋透過呢個智誠銀行嘅網絡同埋人員所收集到嘅日本嘅一啲罪證，仲交到過上去俾國際聯盟。咁國際聯盟呢，即係現時聯合國嘅前身啦。咁國際聯盟收到呢啲日本仔侵略我哋中國嘅罪證之後呢，係裁定咗日本仔發動918事變係一個侵略我哋中國嘅行為嚟噶。咁所以趁住918事變嘅紀念日，我哋除咗要紀念呢啲咁嘅歷史事件之外呢，我哋亦都不忘去多謝嗰班嘅收藏家。其實佢哋有好多嘅收藏品好具歷史價值，賣出去或者透過拍賣會咁樣亦都係可以揾到一個好好嘅價錢。但係佢哋選擇咗呢，係無償咁樣捐贈出嚟，為嘅係乜嘢呢？為嘅就係想大家去認識多啲呢一段嘅歷史，唔好忘記我哋中國人曾經喺嗰個時候，我哋受到過日本仔嘅侵略，我哋嘅革命先賢為我哋國民去到付出過嘅熱血。最後亦都希望我哋香港可以多啲搞呢啲紀念歷史嘅活動，等我哋可以將嗰個愛國嘅精神一代一代咁樣嚟到延續落去。
跟住我哋就講下單案件，呢單案件呢，就涉及到一啲細作嘅，細作呢，就係古代嘅說法啦。咁我哋現今年代呢，就叫做間諜，或者大家可以叫佢做無間道又得，鬼頭仔又得，再唔係呢，金手指亦都唔過分嘅。咁呢個人個名呢，就叫做梁成運，佢喺1945年就喺香港度出世嘅，到1983年嘅時候呢，就移咗民去美國，去到經營餐廳。咁當佢移咗民去美國之後，過咗3年，去到1986年，美國嘅一啲情報機關呢，就開始接觸呢個梁成運啦。咁嗰個美國嘅情報機關呢，好大可能就係個中央收風局，佢哋就要求到阿梁成運去到同佢哋合作嘅。咁啊點樣合作呢？就係要阿梁成運呢去到俾一啲資料佢哋。咁當然啦，梁成運只係一個普通嘅商人，冇話有啲咩重要嘅資料嘅。但係佢中國移民嘅呢個身份呢，對於美國嘅情報機關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掩飾嚟㗎。等佢可以埋一啲中國人嘅身，然之後呢就去套取一啲有用嘅資料。咁去到1989年嘅時候，美國嘅情報機關仲同呢個梁成運呢去簽訂咗一啲合作嘅協議。咁啊，梁成運就正式成為咗美國情報機關線下嘅一啲呢細作啦。咁根據最初步嘅協議呢，其實梁成運每個月可以喺美國嘅情報機關嗰度呢去到支取1000蚊美元嘅薪酬嘅。咁1000蚊美元嘅薪酬，當其時呢就等於我哋香港普通人嘅2個月人工啦。咁雖然聽落去好似呢就唔係話好多錢點解佢會為咗2個月嘅人工就嚟到做呢啲事情啊？咁但係除咗呢啲基本嘅月薪之外呢，其實梁成運仲可以根據佢自己嘅工作，如果係做到業績嘅話呢，就會發放一啲獎金花紅噶。仲有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當年移得民去外國嘅，都係希望可以入籍噶嘛。但係入籍呢一樣嘢，話難唔難，話易就唔易，亦都有好多人移咗民去外國呢，等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先至可以申請到入籍嘅。咁但係阿梁成運喺1983年開始移民過去，1989年當佢同呢個美國嘅情報機關簽訂咗協議之後呢，同年美國政府就批咗佢去入籍美國啦。咁入籍呢一樣嘢呢，相信亦都係美國政府對佢開出嘅一個條件嚟㗎。而線人嘅呢個工作呢，如果根據我哋嘅理解，就好似大家睇電視睇電影咁樣，套取到一啲資料或者收到一啲風之後呢，就將嗰啲情報交俾呢個美國嘅情報機關啦。即使係阿梁成運嘅上線啦，但係美國政府對佢嘅利用就不限於此嘅，因為梁成運佢本身呢係一個中國人，喺當地去到埋一啲中國人嘅身呢，可以套取到嘅資料係比利用外國人係更加高嘅。咁繼而美國嘅情報機關就開始將阿梁成運呢嚟一番包裝啦。點樣去到包裝佢呢？就係幫佢打造一個人設。咁呢一個人設呢，就可以方便阿梁成運去到社會上面嘅更高層次，或者係當地嘅華人社區裏面呢嘅更高層次啦。咁所以美國政府呢，就幫阿梁成運虛構咗一番學歷，就話到阿梁成運呢，就喺呢個英國嘅大學嗰度畢業㗎，仲去聯合國嘅機構嗰度做個重要人員添啊！而且阿梁成運都好勇猛㗎，去越南度參過戰㗎。咁呢啲所有虛構嘅嘢呢，都係美國政府嚟到幫阿梁成運去到打造㗎啦。咁打造咗人設呢，都係未夠㗎喎。佢哋仲幫助阿梁成運喺華人嘅社會或者係當地嘅社會入面呢，就到提高佢嘅社會地位。咁提高呢啲社會地位，就梗係要將阿梁成運去同一啲政治團體去到扯上關係啦。咁所以美國政府呢，就協助梁成運去到向美國佢哋當地嘅政治團體或者係啲議員就嚟到捐錢。另外美國政府又幫阿梁成運喺一啲華人嘅社區團體裏面呢，就嚟到埋身啦。咁點樣埋身呢？亦都係透過捐錢喎。嗰啲錢仲要係美國政府去到為阿梁成運去到提供嘅。咁所以講起阿梁成運喺美國嘅牌頭真係一籮籮啊！好多嘅華僑嘅團體，阿梁成運喺入面呢，都擔任一啲榮譽會長理事長啊。咁逐漸呢，佢喺華僑嘅圈子入面呢，就形成咗一個善長仁翁、熱心公益、熱心社會嘅形象啦。咁當梁成運戴住呢啲假面具，咁就可以方便到佢呢，去到提升一個層次啦。咁就唔再係限於線人啊，因為普通嘅線人就好似我哋睇警匪片咁樣，嗰啲警察嘅線人呢，就活躍喺啲天地會嘅圈子裏面，將佢哋能夠聽到嘅嘢呢，係咁意講翻出嚟嘅啫。但係呢一度呢，阿梁成運就已經由線人晉升咗做乜嘢呢？晉升做刺探人員啦。即係話唔止係喺嗰個華人圈子裏面聽到嘢咁簡單，仲要係主動去製造機會俾自己去到刺探到一啲情報。咁點樣去到製造呢啲機會呢？
咁之前美國政府幫阿梁成運製造嘅假人設嗰個假面具就可以發揮作用啦，因為佢透過一啲華僑組織，咁啲華僑嘅組織呢，每一年啊喺當地都舉辦好多活動㗎，尤其係喺我哋中國啊咁多節慶日嘅時候，都會有啲聚餐啦，一啲可能舞龍舞獅啊，或者一啲華人嘅餐廳啊開業啊要去剪彩啊諸如此類嘅華僑活動啦。咁喺當地亦都會有我哋中國政府派過去嘅外交人員啦，即係例如係使館入面嘅工作人員啦，又或者係一啲呢從外國過去經商，或者一啲學術團體過到去美國交流啦。咁呢啲所有嘅工作人員呢，阿梁成運啊都會視佢為一個目標。咁透過呢啲呢喺當地華僑搞嘅活動，逢係有呢啲人去到參與嘅時候呢，阿梁成運就會走過去認識呢啲人㗎啦。咁當佢埋到呢啲目標身嘅時候呢，佢就會透過美國政府俾佢嘅專用手機或者係一個專用嘅電郵，可能經過加密啦，就會向到美國嘅情報機關去到匯報。咁相信跳到呢個級數嘅時候啊，梁成運就已經唔係收緊每個月$1000美金嘅嗰個價錢㗎啦。但係大家唔好以為美國政府對阿梁成運嘅利用就利用到呢個級數啊，因為阿梁成運呢個身份用得咁好，佢哋呢就要求阿梁成運再次提升自己嗰個間諜嘅 level， 已經不限於要佢去刺探軍情咁簡單啦，仲要求到阿梁成運升級去到說客啊。但係呢一個說客就唔係一個普通嘅說客，就唔係話揾到一啲中方人員去到同佢傾偈策反佢咁簡單嘅，而係透過設置一啲嘅局，就脅迫一啲目標嘅人員去到投身阿梁成運所做嘅間諜嘅工作啦。咁我哋開頭都有講啦，梁成運最初時去到美國嘅時候，佢只係開餐廳嘅啫。而梁成運去設置呢啲局嘅時候呢，佢就同美國嘅情報部門去到夾埋喺嗰啲招待目標人士嘅地方。咁呢啲地方通常都會係餐廳或者係酒店裡面啦，就設置一啲監控監聽嘅裝置。咁本來阿梁成運就已經喺當地嘅華僑社會入面呢係有啲名氣㗎啦嘛。咁所以佢好容易就會打聽到呢一啲我哋中國派出外交人員去到當地嘅消息嘅。咁當佢哋鎖定咗呢一啲公務人員嘅時候呢，開始佢哋就會約下食飯啊，繼而呢就會拋出好多嘢去到利誘或者係色誘佢哋噶啦。咁當去到色誘嘅呢一個階段嘅時候呢，就擺定一個黃腳雞局喺度嚟捉嗰啲目標人員嘅黃腳雞。咁捉到呢啲黃腳雞之後呢，就以此攞嚟脅迫嗰啲目標人員啦。咁大家都有聽講過，美國之前就屈我哋中國啊，喺當地開好多嘅餐廳，就攞嚟作為呢一啲套取情報啊，或者係國安嘅部門啊咁樣噶嘛。咁點解美國人會諗得出呢啲嘢呢？就因為佢哋自己都做緊啊嘛。喂，嗰啲餐廳作為套取情報嘅部門，往往都係你哋美國人自己去到設置嘅，調轉頭就屈翻我哋中國人喺嗰度開情報部門。從今次梁成運嘅呢單案件，大家就可以睇清楚啦。嗰啲開餐廳啊、開酒店啊，作為情報部門啊，全部都係美國嗰啲咁嘅中央收風局佢哋自己搞嘅。咁若然係咁樣都策反唔到一啲目標嘅時候，又或者呢有啲目標係好堅定噶嘛個意志，咁萬一脅迫佢哋啊，都係策反唔到嘅。咁美國嘅情報機關呢，就將嗰啲手段再升級，咁所以梁成運呢又有機會喺呢個細作嘅 level 上面再提升一級，就唔只係做一個策反嘅說客，或者係一個脅迫策反嘅工作人員，而係提升到係一個釣魚執法嘅人員。咩叫釣魚執法呢？呢啲呢就係釣魚局嚟嘅，佢哋當中所要釣嘅魚呢，正正就係我哋中方嘅一啲目標。佢哋當中所要釣到嘅魚呢，就係以我哋中國嘅一啲工作人員呢作為目標嘅。咁呢啲釣魚局呢，梁成運就會約一啲目標嘅人員去到指定嘅地方、指定嘅餐廳啊，或者酒店嗰度去到食飯見面，然之後呢就扮晒好似有啲敏感事項交易咁樣。喂，大佬啊，你梁成運，你係中國人，你同中國嘅工作人員講話有啲關於美國嘅情報，就算嗰個唔係中國嘅工作人員啊，係普通市民啊，聽見你咁講都想有興趣去到知下啦。就係咁樣，當佢哋食飯去交流嘅時候，其實就已經 set 好咗一個局喺度。咁食到咁上下或者交流到咁上下呢，就會有啲美國嘅執法人員出現，就話到佢哋喺度交流緊情報，跟住呢就屈我哋中國嘅一啲工作人員呢，或者係外交人員呢，就係間諜。就以此嚟到炮製一啲所謂嘅中國間諜案啦。咁喺呢一度都唔知有幾多我哋中方嘅工作人員呢，係俾呢啲美國所設置嘅釣魚局所陷害嘅。而梁成運都算成功㗎啦。而梁成運喺美國嘅間諜界嚟講呢，佢都算成功嘅一個華人間諜嚟㗎啦。因為佢呢一個成功係有個指標，就係美國嘅情報部門啊，中央收風局啦。
仲頒咗個功勳獎牌去到俾阿梁成運嘅。可能頒嘅時候呢，阿梁成運亦都係跪低去到接旨，咁啊奉天承運就拜登詔曰：阿梁成運做間諜有功，特此獎牌嚟到讚揚。咁可想而知，阿梁成運佢所搜集到嘅資料，又或者呢，佢為呢個美國情報部門所做嘅工作當中，對美國嘅成效係一啲都唔細嘅。咁講到嚟呢度，大家都應該會估到啊。咁當初89年嘅嗰個合約話1000蚊月薪再加額外嘅花紅。咁啊，梁成運肯定唔止係賺嗰1000蚊每個月啦。但係呢，雖然啊，佢喺美國當咗咁多年嘅間諜，都係冇俾人發現，因為喺當地有美國政府罩住佢啊嘛。就算有俾人發現過啊，發現佢嗰啲人都分分鐘咧就人間消失咗噶啦。直至到去到2020年，咁啊，當年呢有一個大嘅病情啊肆虐全球啦。咁啊，呢一個病情就限制咗人類喺國與國之間嘅流動嘅。咁美國方面派過嚟我哋中國做細作嗰啲人員嘅流動呢，亦都係受到呢個病情嘅掣肘，嗰啲間諜嘅工作就展開得唔係好順利噶啦。再加上喺病情期間，其實外國人要入境我哋中國，啲簽證都係幾麻煩噶，同埋唔係個個可以搞得到噶。咁就好難以一啲咧商人啊，或者係觀光嗰啲身份咧嚟到進入我哋中國內地嗰度去到刺探一啲情報嘅。咁喺呢個時候咧，阿梁成運嘅身份就大派用場啦，因為中央收風局就指派阿梁成運，喂，阿梁生，不如你潛入去中國，為我哋美國情報機關去套料啦。因為如果美國嘅情報機關係指派一啲咧美國籍但係唔係中國人嘅人士去到入境我哋中國咧，係比較麻煩。呢個時候咧，梁成運就可以透過佢翻嚟香港，佢係一位華人嚟噶嘛，佢有香港身份證噶嘛，亦都可以透過申請好多嘅證件，例如係回鄉證啊，諸如此類嘅嘢啊，咁就以香港作為一個踏板，輾轉呢就可以翻到去內地。然之後，當梁成運翻到去內地之後呢，就戴上佢嗰個愛國華僑嘅假面具，去到參加好多嘅社會活動，諗住係結識好多嘅社會人士，建構自己嘅社會網絡。但係我哋中國嘅國安機關當然唔係食素噶啦，話唔定啊，我哋一早已經鎖定咗梁成運呢一個人啊，就係一位細作。咁既然你送羊入虎口啦，咁合埋個口將你鎖住，只不過係一個好簡單嘅動作嚟嘅啫。因為你本身喺美國嘅時候，我哋中國咧就唔會長臂管轄人哋嘅地方，亦都唔會派啲人去美國嗰度捉翻你翻嚟嘅。咁所以啊，梁成運自己翻到嚟我哋中國大地嘅時候，咁啊真係俗啲講句，嗱，你自己攞嚟衰㗎咋。咁所以梁成運嘅呢單案件由佢2020年底翻到嚟我哋中國內地，直至去到2023年中，其實2年半嘅時間，我哋國安部門已經係對梁成運嘅呢一位細作作出咗調查，然之後咧拘捕，再加上咧送咗佢去法院嗰度係判埋添，只係2年半嘅時間啫。咁可以話到啊，呢一個程序係幾咁快。而當中梁成運所受到嘅刑罰就係無期徒刑，以及係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咗佢50萬嘅財產。咁當然啦，呢50萬嘅財產都只係佢帶翻嚟我哋中國內地嘅財產啫。佢喺美國嘅財產我哋沒收唔到佢噶，亦都相信阿梁成運喺美國嘅身家不止咁少啊，10倍都可能唔止噶。做咗咁多年嘅細作，而且今次可以將阿梁成運繩之於法呢，就絕對唔係因為阿梁成運自己講出嚟嘅。因為根據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裡面嘅規定啊，如果一個人佢喺境外俾一啲境外嘅勢力去到脅迫佢作呢個細作嘅話，咁佢可以選擇點樣呢？喺當地同我哋中國嘅駐外機構，即係例如啊中國大使館啊咁樣，去到如實交代個情況，又或者咧等到佢有機會翻到嚟我哋自己中國國境嘅時候，向任何嘅國安機關去到通報呢一個情況，以及係如實交代嘅話呢，我哋國家對呢一種嘅行為所給予到最大嘅寬恕係可以不予追究嘅。咁大家見到梁成運判嘅呢啲罪就好明顯唔係佢自己如實講出㗎啦，所有罪行。並且啊，梁成運當間諜都唔係1-2年嘅事啦，呢幾十年以嚟，若然話佢唔想做嘅話，佢大把機會去到走出呢個咧美國嘅五指山，但係佢冇咁樣做到喎。咁所以啊，梁成運應該咧喺呢個1989年嘅時候啊，就係一位俾人洗咗腦嘅黃絲啊，呢啲初代黃絲嚟㗎啦。因為89年係一個非常之敏感嘅時間日子嚟㗎，當年西方嘅輿論係抹黑到我哋中國，抹黑到一個程度呢，係令到我哋香港好多嘅香港人都唔中意自己嘅祖國。咁所以啊，梁成運去到當細作，除咗係為咗錢之外呢，亦都係好似我哋早幾年啊19年搞事嘅啲黃人咁樣，俾人洗晒腦啊嘛。
咁呢度咧就警惕我哋一樣嘢啦。自從19年之後，其實好多嘅黃人佢哋帶埋啲仔女啊，咁樣移晒民去外國。嗱，呢一班嘅黃人，佢哋嘅下一代會唔會好易成為咗西方攞嚟策反佢哋翻嚟我哋中國，翻嚟我哋中國香港，去到做細作嘅最好對象呢？呢一點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另外就係近呢10幾20年以嚟，隨住我哋國家嘅經濟實力上升，好多嘅人民呢，生活條件就已經改善咗啦。咁當佢哋生活條件改善咗嘅時候，仲有好多人嘅想法就覺得外國嘅月亮係特別圓，又或者呢，去過外國浸過鹹水，再翻到嚟我哋國家去到做嘢嘅時候呢，佢個身份就可以賣得貴啲。咁會唔會喺外國嘅留學生亦都係成為咗西方世界佢哋去策反嘅另一個對象呢？咁當然啦，外國嘅情報機關呢，通常會首先呢就利誘佢哋嘅。咁我哋係點樣去到反制呢？咁我哋可以以其人之道就還治其人之身。咁既然你外國嘅情報機關可以以金錢作為誘惑，我哋都大可以以金錢作為誘惑。咁所有去過外國讀書畢業翻嚟嘅留學生，即係海歸人員啦，假使間喺外國俾一啲情報人員去到接觸過或者策反過，如果佢翻到嚟我哋國家可以如實說出嘅話，並且交代嗰啲人員嘅身份啊，咁一經核實，所有交代嘅事情呢係無誤，或者唔止一個留學生係咁講嘅，好多留學生都咁講嘅時候，咁我哋咪可以掌握到一啲外國嘅情報網嘅一啲位置咯。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呢一啲嘅留學生就應記一功噶啦。咁如果相信我哋有個咁樣嘅制度，西方世界嘅情報機構都冇咁容易可以策反到我哋中國嘅留學生啦。喺節目完結之前，而家咧就由到我格仔咧嚟到去介紹一下今次為期13天嘅新潮文雲南養生之旅嘅行程嘅。首先我哋就會由香港出發，經深圳灣乘坐我哋嘅包車前往深圳嘅寶安機場嘅。喺坐2個多鐘頭飛機以後咧，就會抵達雲南嘅首府昆明噶啦。到埗以後咧，我哋就會即晚去到感受一下昆明市繁華嘅一面，為到我哋嘅旅程熱一熱身，去到當地著名嘅南屏步行街嗰度 shopping 完之後咧，晚上再食一個豐富嘅晚餐，然後為到旅程嘅開始作好準備嘅。去到第2天嘅時間，就會由昆明乘搭高鐵嚟到去到著名嘅麗江，當地有一個叫做虎跳峽嘅世界著名景區，佢係以極大嘅落差而聞名於全世界嘅。虎跳峽分上中下3段，之所以佢咁出名，就係因為峽谷中間呢，就係長江嘅上游金沙江，而兩岸呢，就係玉龍同埋哈巴2大雪山，所以當長江水衝到去呢2大座山嘅中間嘅時間呢，就會形成咗個急轉彎，加上江面最窄處只有20-30米，喺咁大嘅落差同埋咁窄嘅環境底下，就會造成到江水奔騰洶湧，喺虎跳峽兩岸安全地欣賞到呢個長江第一灣，以及係附近嘅景區景色，就係我哋第2天嘅行程啦。去到第3日，我哋就會去到玉龍雪山嘅景區。由於今次係一次養生之旅，所以咧我哋就並唔會爬到咁高嘅地方嘅。趕到嚟呢個時間，參觀玉龍雪山景區嘅雲杉坪就啱晒我哋啦。佢個海拔唔算太高，但係依然可以喺雲杉坪裏面欣賞到整個玉龍雪山景區嘅景色，再加上喺附近擁有到玉龍雪山嘅雪水所融化到嘅藍月谷，池水清澈見底，而且帶有一股夢幻般嘅藍色，係非常之震撼眼球嘅。喺佢嘅附近亦都有東方棉花堡之稱嘅白水台，睇過白水台嘅朋友從此就唔需要遠赴歐洲土耳其嚟到欣賞類似嘅地貌，因為我哋中國嘅呢個白水台比起土耳其棉花堡係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咁靚嘅。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金海寺，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影片嘅話，經常咧都會睇到個背景係熟口熟面嘅。呢一個我哋新潮文經常都用到嘅背景呢，就係呢個黑龍潭公園。今次咧我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參觀嘅，俾得我哋成日攞嚟做背景。當然佢嘅景色係有翻咁上下靚，所以我哋先會採用啦。之後去到第3日麗江嘅晚上，我哋就會欣賞到呢個麗江千古情嘅大型歌舞表演嘅。有別於一般嘅大型歌舞表演，佢係將高科技手段融合喺現代以及係傳統一新嘅歌舞劇入面，透過咁樣嘅形式嚟到表達到麗江1000年嘅歷史同埋傳說，就啱晒啦。好多嘅觀眾反映到都係非常之精彩嘅。
去到第4天，我哋繼續會留喺麗江，因為景點多到玩都玩唔晒嘅關係啊。第4天嘅早上呢，我哋就會嚟到休閒嘅麗江古城嘅南部，嚟到參觀歷代麗江木氏土司嘅府邸嘅。呢座府邸亦稱為木府，由於佢係古城裡面嘅地標，所以咧仲吸引咗好多電視同埋影視作品喺呢度取景，例如有電視劇《木府風雲》，以及係錢王嘅劇組咧嚟到前嚟拍攝嘅。之後咧，我哋就會轉移到古城嘅另一方，去到四方街嗰度啊，去到俾大家感受一下麗江古城嘅鬧市。呢度曾經係茶馬古道上面嘅交易中心，喺明清時期已經係雲南商貿嘅樞紐嚟㗎啦。嗱，講到嚟呢度咧，都係第4日嘅熱身行程嚟嘅啫，因為我哋將會去到比起繁華嘅麗江古城中心裏面更加恬靜嘅束河古鎮。有朋友就話到束河古鎮仿如咧，好似10年前都仲未有咁多人前往嘅麗江，係比較清幽，同埋可以更加接觸到古代嘅氣氛嘅。但唔好以為咁樣就完結啦，因為我哋就將會去到另一個古鎮白沙古鎮。白沙古鎮咧就位於麗江城嘅北邊嘅。相比起上嚟，仲有更加多朋友就話到白沙古鎮咧係仿如20多年前嘅麗江一般啊，所保留到嘅古色古香風貌、空氣同埋環境咧係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嘅。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去埋呢度啦。然後去到行程嘅第5日，我哋喺玩完3日麗江，住埋3日同一晚嘅酒店之後咧，就會轉移到去雲南另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好似係大理啦。嚟到大理，當然就要去睇一睇背靠蒼山、面臨洱海、大理嘅地標象徵，亦都係擁有到1000年歷史喺當地非常之雄偉嘅建築物之一嘅崇聖寺三塔文化旅遊區啦。喺呢度咧，我哋就會乘坐索道，亦即係纜車嚟到前往青碧溪、蒼山大峽谷，嚟到欣賞中國最大嘅象棋棋盤、俯仰洱海同埋崇聖寺三塔嘅整個環境非常之美不勝收。之後第6日，我哋亦都會繼續喺大理嘅，要深入認識大理，當然要去到大理嘅博物館啦。喺大理博物館，我哋就能夠睇到當年嘅大理國裡面嘅一段歷史，同埋欣賞到好多大理國嘅文物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雙廊古鎮嚟到影翻幾張靚相。古鎮裡面咧係充滿住歷史文藝以及清新嘅氣息，加上佢係背靠洱海，環境十分之美麗嘅。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嘅張家花園嚟到欣賞呢個繼承咗白族民居特色、既細緻又精美嘅呢個建築物，仲可以欣賞到當地嘅民族節目，去到一邊品茶一邊睇表演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古城，去到睇一睇呢一個位於蒼山腳下、風景秀麗、昔日古代南詔國以及係大理國嘅都城。喺古城裡面分佈咗14處市級或者以上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亦都承繼住大理嘅文化、宗教以及係民族文化嘅。我哋當然唔可以唔去呢一度啦。跟住咧，我哋就嚟到行程嘅第7日，就會由住咗2日嘅大理出發到去我國3大地熱區之一嘅騰衝，嚟到去嘆世界嘅。唔講唔知道，其實我哋中國嘅地熱溫泉嘅資源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嘅。騰衝身為我哋中國3大地熱區之一，所擁有到位於該區嘅溫泉就有80多個，佢嘅廢泉係遍佈整個騰衝各地，有一泓熱海之稱嘅。其景觀同埋水溫亦都係全國罕見。由於騰衝佔到我哋中國已知嘅溫泉數量差唔多成1/4咁多，當然我哋係要集中火力嚟到去感受一下啦。一到達騰衝嘅時間我哋就嚟到參觀當地非常之出名嘅騰衝火山熱海景區。呢度咧係一個國家5A 最頂級嘅景區嚟噶。之後咧當然唔係齋睇啦，我哋仲要感受。我哋咧就會去到當地嘅一個最豪華嘅5星級溫泉——騰衝嘅和順柏巒溫泉嗰度浸溫泉。嗱，如果大家咧只係曾經去過類似日本等等嘅呢啲地方浸溫泉嘅話，咁就一定要試下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究竟係點樣噶啦。當中嘅質量絕對係值得我哋自豪同埋光榮嘅。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絕對唔差得過日本嗰啲嘅。喺浸完溫泉、食完牛肉火鍋當晚一覺醒來，去到第8天，我哋就會出發到去參觀芒市嘅猛獾大金塔嗰度。嗱，由於呢笪地方咧已經係
差唔多去到中國與緬甸之間嘅邊界啦。所以當地嘅建築物咧，亦都好有東南亞嘅色彩嘅。以猛換大金塔咁去計，佢係屬於我哋中國其中一個少數民族傣族所設計嘅皇宮建築風格嚟嘅。猛換大金塔佢嘅外表金光閃閃、宏偉高大，係當地芒市嘅標誌性建築，亦都係當地傣族人民嘅聖地嚟嘅。而與之對比嘅有金，當然有銀啦。喺佢嘅隔離，亦都有猛換銀塔，當中呢座銀塔係以純白為到基調嘅。有好多人就形容到啊，猛換銀塔直頭睇起上嚟啊，好似假嘅一樣，影相咧係特別出眾嘅。兩座塔，一座金，一座銀，喺色彩上面咧形成鮮明嘅對比。喺嚟到接近東南亞嘅地方，當然啊，亦都要去到當地嘅孟巴拿西珍奇園嗰度啊，嚟到見識一下全國少見嘅大量古樹木，以及係世界罕見嘅直化沐浴石嘅。佢喺呢個奇珍園裏面所展出到嘅就有4個大字：稀奇古怪。而去到堪稱嘅亞熱帶植物當中，呢度嘅古樹好多啊，都有超過過百年嘅歷史，而有500年歷史以上嘅古樹，亦都係多不勝數，絕對值得嚟呢度參觀嘅。之後咧，由於我哋咁近到中緬嘅邊境，我哋當然啊要去埋中緬嘅口岸，亦即係啊著名嘅中緬一條街。喺呢度咧，已經接近出到我哋中國嘅國家門口，用隻眼一睇就可以睇到啊對面嘅緬甸㗎啦。咁當然我哋唔會走過緬甸啦，然後咧亦都會去到著名嘅一寨兩國。呢個一寨兩國顧名思義就係位於中緬邊境之間嘅一座中緬邊陲小鎮。我哋咧就位於中國嘅嗰一側嚟到去參觀。喺呢度咧應該就係離緬甸最近嘅中國地方啦，嚟到感受一下當地傣族同埋景頗族嘅風土人情，亦都係非常之值得一去。尤其係啊嗰度所拍出嚟嘅相片咧，非常之漂亮。之後咧，我哋就會翻去騰衝嗰一度，因為咧我哋喺騰衝咧係會連住3日嘅，所住到嘅當然都係騰衝著名嘅溫泉酒店啦。不過嘆還嘆，我哋去到第9日，喺前一晚浸完溫泉，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咧，就會嚟到田西抗戰紀念館嚟開始我哋第9日嘅行程嘅。由於雲南嘅西部係當年我哋中國抗日戰爭嘅重要組成部分，好著名嘅緬甸至雲南嘅補給線，亦都係非常之近我哋今次要去嘅呢個地方嘅。田西抗戰紀念館所展示到嘅咧，就包含到抗戰後方、禦敵前線以及係怒江對峙等等嘅部分嘅展品咧，就係以抗戰嘅實物為主，包括圖片、文字以及係影像嘅資料。去到今時今日，我哋絕對要毋忘歷史。睇完之後啊，亦都會令到我哋感到十分之震撼嘅。喺參觀完田西抗戰紀念館，當然就要去到佢隔離嘅國殤墓園嗰度，去到向墓園裡面所長眠住當年抗日嘅遠征軍嘅幾千個英靈。呢度係為咗紀念中國遠征軍第20集團軍所陣亡嘅將士而修建而成嘅，亦都係全國有名嘅抗日烈士陵園。再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和順古鎮。和順古鎮係茶馬古道嘅重鎮，亦都係西南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嚟嘅。佢環山而建，我哋當然唔可以錯過啦。嗱，之後嘅嗰一個景點咧，就係專為到11月同埋12月出發嘅朋友，你哋好彩啦，因為個季節啱晒啊！所講到嘅呢個景點咧，就係每逢喺金秋時分，就會變到金光燦爛嘅世界一般嘅銀杏村。喺11、2月呢個時間，銀杏村佢就會變到喺我哋嘅視野範圍裏面，全部都係金黃色。呢種詩情畫意般嘅感覺咧，係絕對值得我哋感受嘅。其後我哋就會再去到騰衝當地另一個著名嘅5星級溫泉嚟到去浸溫泉嘅。嚟得騰衝當然係要享受晒去嗰啲最頂級最正嘅溫泉啦。我哋咧就會去到月莊溫泉，又或者係荷花溫泉嗰度，呢啲當地著名嘅5星級溫泉，去到感受屬於我哋中國大地帶俾到我哋嘅禮物嘅。然之後咧就去到第10天嘅旅程啦。喺連住3日騰衝嘅溫泉酒店之後啊，我哋既可以喺出面浸一啲5星級溫泉，又可以翻去酒店住嘅時間咧，浸到酒店入面嘅溫泉。咁嘆之後啊，
都好唔捨得離開啦。但係第10日咧，我哋就會由騰衝呢一個溫泉之鄉咧，就會去到寶山市嗰邊嚟到再搭列車前往呢個昆明嘅，翻去昆明啦。從前嚟講，我哋絕對唔可以選擇呢條路線噶，因為要由騰衝去寶山再翻去昆明咧，最近咧都只有唯有去大理嗰度搭列車翻去昆明嘅啫。但現在已經唔同晒啦，由於中國同緬甸嘅大通道建設獲得重大嘅進展，因此寶山至到昆明段嘅高鐵咧就喺前一年正式就嚟到建造完成嘅。呢一段亦都係中緬鐵路裏面嘅其中一段，大理至寶山段嘅。我哋而家咧就新鮮滾熱辣喺中緬鐵路呢一段其中一段落成嘅時間咧，我哋就有機會感受到位於鄰國同我哋中國接壤嘅高鐵列車服務究竟係點樣噶咯？亦即係話到咧，我哋係可以喺翻去昆明嘅呢段路裏面感受一下中緬鐵路嘅其中一段嘅。而翻到去昆明嘅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去到昆明老街。昆明老街嘅建築群入面比較古老嘅，都有成900年嘅歷史啦。喺呢啲建築裏面都承載住昆明呢座城市大量嘅記憶同埋故事。作為雲南嘅首府昆明，我哋當然唔可以只當佢係一個中途站或者一個轉駁站，有別於一啲傳統嘅玩法。我哋當然係要深度了解到昆明美麗同埋歷史嘅一面啦。而去到第11日，如果我哋要深入認識同埋了解到雲南呢個咁特別嘅地方，當然我哋首選嘅就會去到雲南嘅博物館。雲南博物館作為一個省級博物館，佢裡面嘅藏館展品既有規模級數，又有當地雲南嘅特色，係其他博物館所睇唔到嘅。如果要了解晒整個雲南嘅歷史同埋珍藏，嚟到雲南博物館就啱晒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中國近代史上其中一所著名嘅軍事院校陸軍講武堂嗰度參觀嘅。陸軍講武堂原本就係清朝為咗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設嘅一所軍事學校嚟嘅。後到尾就同位於天津嘅講武堂、奉天嘅講武堂並稱為中國3大嘅講武堂。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昆明市內著名嘅翠湖公園。嗱，由於我哋出發嘅日期係11月以及係12月呢個時間嘅，所以咧我哋就好彩啦。除咗頭先講到睇到銀杏村裏面金光閃閃之外，另一個當造嘅時間就係因為喺昆明市內有大量嚟自於西伯利亞嘅海鳥咧，為咗避過呢個嚴寒，就會嚟到春城呢一度嚟到去避寒嘅。因此，當我哋去到有春城之稱嘅昆明呢啲咁靚嘅公園嘅時間啊，都會有大量嘅海鳥聚集嘅情形俾我哋去到睇到嘅。當你隨手準備一啲麵包碎啊、乾糧啊，隨手向天空一揮嘅時間啊，就會可以惹嚟海鳥嘅啄食嘅。大家咧亦都不妨去到雲南嘅呢啲公園啊，去到餵下海鳥都仲得㗎。加上當地呢啲公園嘅風景十分之漂亮，絕對咧可以影得出一張你心目中想要嘅靚相嘅。之後嚟到行程嘅第12日，既然親近得動物嘅話，倒不如就去埋著名嘅昆明動物園嗰度參觀仲好啦。昆明動物園出晒名，係一個體驗相當之好嘅動物園嚟嘅，全國都聞名嘅。喺裏面呢，就有雲南嘅野生亞洲象，當然亦都唔少得作為鎮館之寶嘅大熊貓啦。喺園內面各式其式嘅動物都可以去到近距離進行互動，甚至乎係觸摸嘅。然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昆明市內著名嘅公園海壩公園嘅。再之後咧就會感受一下昆明當地嘅一個5星級溫泉益豪城堡溫泉，嚟到放鬆一下，感受下啲豪氣嘅。嗱，因為去到之後嘅第13日，我哋咧就準備翻香港啦。不過喺臨翻去之前，第13日嘅行程亦都安排到大家去到參觀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斗南國際花卉市場。呢個令你瞬間置身於一片花海，有紅色、黃色、白色、藍色、紫色各種顏色，包含到玫瑰、向日葵、康乃馨、菊花等等多種唔同嘅花於一身嘅花卉市場，係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我驚大家去完之後唔捨得走添啊！不過都冇辦法啦。第13日就係我哋最後一日嘅行程，我哋咧就會由昆明
搭飛機前往深圳，然後再乘坐我哋嘅包車經深圳灣返香港嘅。咁樣呢，就嚟到結束到我哋13天嘅行程啦。喺呢度需要注明嘅就係呢個團呢係特別適合年紀比較大嘅朋友去到玩嘅，而且我哋喺行程裡面所坐嘅到嘅旅遊巴都係我哋俗稱嘅飛機椅旅遊巴。喺我調教到整個行程嘅時間呢，亦都係就住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去到度身訂造嘅，所以大家會見到留喺同一笪地方嘅日子會比較耐啲、嘆啲、腳步放得慢啲、輕鬆啲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聯絡 WhatsApp +852-6828-7447 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 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一旦決定咗，手腳要快啦，因為我哋新潮文嘅新潮之旅咧，從來報名速度同埋滿額嘅速度咧都係好快嘅。喺呢度咧要講聲唔好意思先，希望大家會中意我格仔親自設計嘅呢個行程。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請大家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